但你要是如果把一个装配形式的文件引入进来，你如果直接带着链接的这样引用共享库里边的文件的话，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儿哈，你很容易破坏共享库里边的东西，这是我们很不推荐的方式啊。那么我们普尔的系统里边这个部件修复引用是干这个事儿的哈。那我这还有一个修复引用，这修复引用是干谁的？修复引用只对工程图装配题里边的，只要是这个文件夹下的所有的工程图。它全都负责修哈，你支持我们这个多选操作哈，多选操作引用修复可以。然后呢，你如果不选操作，那就是修复这个文件夹下边的所有的工程图。为什么我们要单独给它出一个命令？因为啊，在你当前项目引用零件的时候，有些零件。你像我刚才这个圆，我确实给它挖了个窟窿，我改了这个文件的，那我是知道要单独保存一下这个文件的，那我是想得起来的。那这个方引用什么，我就想用什么，我有可能专门打开这个方的工程图，然后去保存它一下吗？不会的哈。这就容易造成遗漏，所以说我们这引用修复是为了确保你的所有的工程图万无一失啊！而且我们这个引用修复是支持路径批处理的啊，这个路径批处理我没怎么讲啊，因为这个好像别人家插件都是这么干的啊。没什么好讲的，你连我们家这个装配批处理你都能看懂的话，路径批处理不在话下哈。我只是强调一下哈，我们这路径批处理除了用这种添文件夹的方式，添一个文件添一个文件，比如说一次添这个文件又添另一个文件等等啊，除了这个方式以外，我们还支持多层级的路径批处理啊。比如说像刚才我们这儿使用我们这个拓展包的时候，这里边有很多层级的文件夹是吧？一层一层的，那么你把它包含下级文件，多级路径循环。我们还有一个路径批处理啊，是不在这个路径批处理命令下的，而是在这个属性管理器下边的，所有跟属性相关的我们都放在这下边了。这边就是对路径的，你只要把上边的命令，不管你添加也好，更名也好，那个删除也好，什么东西都那个添利索了，我们这路径批处理全执行啊，而且同样的包含多层级文件夹。最后我要再讲一个组合打法哈，有人跟我们说好像是有点用处啊。其实这个所说的组合打法，其实你只要见多了啊，那个对我们工具的那个结果比较了解的话，那么其实你是可以自己拼的。我刚才用我这个项目引用了一个圆儿，这个圆儿很简单，对吧？假设我这个圆儿的结构很复杂，但我需要的结构和这个圆儿的结构不是完全相同。如果能把这个圆儿的文件利用上就好了哈。还有工程图啊，我要讲一个SolidWorks原生的工具，就是这个使之独立这个命令哈，使之独立这里边右键呢点一个新的零件，这是我从之前这个方里边拷出来的，是吧？你知道我如果更改它的话，它也是会跟着变的。但是我如果要使用 SolidWorks 这个右键这里边有个使之独立的话啊，我是可以给它重新起个名的。比如说我这叫做方2，这是新零，这个零件和原来的零件是不一样的，哪怕它俩现在那个形状一模一样，但是我是可以单独修改这一个零件的，这就是使之独立。我们取号系有一个孤立命令，这孤立命令啥意思？没啥意思，我跟你讲。我们家很多命令啊，因为我们是做技术的啊，做技术的讲究严谨，你不能有歧义是吧？我们之所以把这个使之独立改成孤立，就是为了跟 SolidWorks 原始的内容相区别，你绝对不会用这个词儿产生歧义是吧？这个孤立命令是包含工程图的。我假设你这个方块只是在上面挖了个窟窿，那你是希不希望用原来的那个工程图啊？如果能用上就太好了是吧？所以说我们这块起名叫孤立，然后并且我们包含工程图，那我给它起个名叫111，然后我选中这个方块。我们这个孤立做了很多动作哈，除了把这个零件搞出来，工程图继承下来，你当然你知道了啊，这个继承工程图它是指向的只有这个零件，跟以前的零件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同时呢，我们这里边会给你增加一些属性啊，你这个零件比如说我拽进来，你看我这个零件的属性，除了格式化以外，我们又把代号那个就是那个版号啊加文件区分呐，文件区分啊焊接。你有这个孤立命令了，再加上的系统或者是引用修复，你知道这又是一个组合了吧？